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9号星期天，刚刚下过雨，还下得挺大的，突然就停了。今天野口先生从凌晨2点多开始在大阪城跑60公里，我估计还没跑完呢，没准能碰见他。我今天轻松跑了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昨天直播好多小伙伴说夏天训练长距离怎么弄，要不要跑？我的观点是，夏天一定要抓住夏天这个机会，跑一跑长距离。一会儿咱们说说，我觉得应该怎么跑。还有一个观点是，还有2个观点，一个是长距离训练后觉得马拉松确实是不够长，还有一个是比较强度训练之后，第2天不建议直接全休。我能说多少，说不了，咱们过2天再聊，好吗？因为今天第3个训练日，明天第4个，明天咱们回评论。行，咱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今天好凉快呀，又开始零零星星钓鱼点了。今天跑长距离合适，野口先生会选日子，但是他起跑时应该是雨挺大的，我不知道他今天跑了没有。因为我今天4点起的，起来屋外的雨声还特别大呢。他要是今天按计划完成了，那真的了不起。萨罗马就是佐吕间湖这个比赛，经常是创造历史最高温度，因为它那地方那地理位置挨着海边，没有树，暴晒。而且你看它在日本最北边吧，但是其实一到夏天，整个日本应该都差不多。北海道也热，那年的奥运会，那北海道那个赛道，对吧？夏天得跑长距离，好些人说冬天跑耐力，夏天跑强度，是这个道理，就是大的原则和方向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夏天跑长距离的好处是，能让这长距离更有训练效果。这训练效果分好几个方面，咱慢慢说。第一个就是对普通人来说，跑长距离为了什么？从生理上来说，就是让你的，不能说让你的耐力增加，是让你的身体知道20公里之后，甚至30公里之后是怎么回事儿。就像我前2天跑50公里一样，我想知道42公里之后是怎么回事儿，然后50公里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儿。其实我是应该跑60公里的，我那天有点保守了。如果跑60公里就能知道60公里是怎么回事儿。这种知道呢，基本就是放在赛前1个月，这样呢，你到比赛的时候也不至于全忘了。剩下的就是我总说，对绝大多数普通人，包括我，就练到我这程度，长距离慢跑没什么用，就不能长距离匀速慢跑。因为你跑完以后，除了烦和那种机械的疲劳，没有任何用。一般跑30公里的长距离跑应该这样跑比较好，就是要么您就全程匀速，但是这个速度大概是多少呢？大概比您目标的马拉松比赛的配速慢15到20秒，不要再慢了。或者您能力不行，或者目标定的高的话，慢30秒，慢30秒就已经有点太慢了。这种跑完以后特别累，
你可能第2天、第3天都影响训练。这种呢就适当选择吧。然后另外2种呢，相对更高效一点的方法是，第一种，前20公里用比您马拉松目标配速慢1分钟的配速去跑，比方对我来说就是4分45的平均配速去跑前20公里，最后10公里呢加速。像对我来说，我还是拿我做比喻啊，我的马拉松目标配速是3分45，最后的10公里我争取跑到4分10以内的平均配速。最后的10公里，这是第2种办法。第3种办法，这个我跑过还发过视频，就是渐加速。雨好像又下大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弄到屏幕上。渐加速怎么跑呢？5公里一个配速，每5公里提升10秒或者15秒，反正就是最后一个5公里，几乎就是当时的全力以赴。比方说对我来说，最后一个5公里大概是3分55，这是对我来说。3分55到4分之间吧，那您就往前倒推。我的马拉松目标配速是3分45以内。当然了，您的马拉松目标如果越慢，您的这个慢的幅度就得越小。比方说，您的马拉松目标配速是6分，那您就不可能按照6分45去跑，或者6分40去跑，那您就得按照6分半。如果您的目标配速是3分20，那可能您跟我差不多，比我快10秒，就这意思。这最后2种训练呢，渐加速比较累，比最后10公里冲一冲要累。因为最后10公里冲一冲，其实到那时候其实你不冲更累，就老想跑快一点，对不对？至于夏天长距离的意义呢，第3点就是意志品质。你看前天我没有跑60公里，其中60%的原因，甚至70%的原因是我的右脚又开始疼，受伤那儿，我有点害怕，因为上次受伤持续的时间比我想象的长多了，不能影响。但是好消息是没事儿。另外的原因就是，确实是觉得有点烦了，50公里了。所以意志品质这事儿对马拉松来说，对普通人的马拉松来说很关键，因为绝大多数普通人基本上最后很多时候是输在了精神上。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在比赛中发挥出100%的水平，那就不用焦虑了。您像我比赛之前的各种的担心，各种的焦虑，都是担心说有没有任何可能性我没有实现我的全部能力，或者差不多全部的能力，怕定快了到后边不行，怕定慢了到后边还有劲儿，对吧？夏天跑长距离就是注意喝水就行了。但是实话实说，如果您不是每天都超高强度这么训练，我夏天跑30公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不喝水。在北京的夏天还是，虽然是晨跑吧，但是也20多度。就是1次2次没那么重要。好些时候我们说干这个伤身体，干那个伤身体。有一个小伙伴特逗，说那跑步张着嘴呼吸，不会造成嘴往外凸吗？我回的是，我说
您这一辈子跑步的时间加起来才多长时间呀？就是大家别放大困难。至于这跑长距离的频次，我觉得到夏天是可以比冬天少一些，甚至可以是，如果您没有比赛的话，在夏训刚开始的时候，不太需要上来就跑30公里。一般就是临近比赛的3个月，开始有规律跑30公里或者32公里。像我准备大阪马拉松之前，基本上就是3周2个，最少的时候是3周2个。夏天的时候可以是2周1个，或者您真的就是体力特别好，我就要练得猛，像野口先生那样，那你就也3周2个，1周1个。其实1周1个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能恢复得过来，还是那一点，你可能心理上恢复不过来，身体上不算什么。你看，就对我来说，我正常情况下的训练是21公里，那跟30公里有什么区别？那9公里不就，说实话，听个7、8首歌就跑完了，8、9首歌吧。但是100公里的时候听不了歌了，我可能会在50公里的时候拿耳机，到最后开音乐。一开始开放不了100公里，就没电了。应该那天50公里 Apple Watch Ultra 我没带手机，就是 Apple Watch Ultra 和 AirPods Pro。我这 AirPods Pro 是最新这一代上市当天买的，用到现在，重度使用到现在的那种。到了50公里的时候 ，AirPods Pro 还有20%的电。Apple Watch Ultra 还有37%的电，就一直在听 Apple Music， 所以全程听歌不现实了。雨又下大了，行吧，跟大家简单聊聊这个长距离夏训，还是大家顶住，注意安全的前提下，多对自己狠一点。而且夏天不容易受伤。有时候冬天你跑完长距离，第2天身体各种疲劳，天寒地冻的你感受不到，再正常训练可能就受伤了。夏天在这点上特别好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6月9号星期天清晨6点58训练结束，今天第3个训练日跑了14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6，心率131，最快1公里4分31。今天就轻松跑了，昨天跟今天都是轻松跑。你看这个4天的第1天是50公里的长距离训练，之后昨天第2天12公里，今天14公里，一共是76公里，对吧？3天76公里，平均1天也就是20多。所以有时候今天我在想那3个话题，后2个可能周4说，因为明天回评论，后天是休息日，然后呢就是周3的合练，之后周4咱们聊聊。就现在隐约我感觉，其实马拉松还是不够长，就跑的，这就是那句话叫什么追星逐月老说的，对吧？就是你体验过更长的，你就会发现之前的事情就没有那么难，这也是长距离的意义吧。虽然可能为了准备马拉松，不太可能去跑50公里，可能最多就是30多公里，或者最多是40公里，但是也差不多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怎么看待长距离。长距离其实关键不在跑，在跑之前的心理建设。有的时候你说谁都知道跑长距离是必须的，但是为什么老不跑呢？就是下不下那个决心。我也是这样的，咱都实话实说。所以就别想太多，出门就干就对了。我有时候就这样，往往这样的时候效果会更好。行吧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
我回家了，咱们明儿再见。